Memories are X-rays, everybody's changing， 幸福还会再会，未来依然很美。我轻易到黎明，光就是你自己。Paradise on Sunrise, paradise in memories lost with you. Play with fire, light the matches, gone for high, quick to panic， 穿过这绝望，心若向阳，开满希望。哦，虽然只是小小微光，也要努力媲美太阳，闪亮的你自带幸运光。Memories are X-rays, everybody's changing， 幸福还会再会，未来依然很美。我轻易到黎明，光就是你自己。Paradise on sunrise, paradise in memories lost with you。乐观开朗 is you。温柔倔强 is you。It's all you。哎，说，我不明白，为什么承担责任的只有我？现在如果任由他的团队发展下去，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您考虑过吗？好，你想要什么我明白，我想要什么你也得清楚。那我要找个垫背的。就今天吧。我怕什么？人这一辈子，除了生死，都是擦伤。好，慢慢吃啊。太好吃了！哎，果然是填饱肚子之后才能觉得没有那么空虚无助啊。但你这饭做的时间也太长了，要不是因为好吃，我肯定打你。煲仔饭很讲究的，这个米啊要浸透米心，肉也必须是腌制过的，必须把肉香呢渗进米粒里面。煮的过程也很复杂，火候得掌握得很标准啊。火候够大呢，水会溢出来，带走米香；这火候不到呢，这肉啊又没有滑的口感。行，我并不想知道这个饭是怎么做成的，我只管负责吃就行了。哎，下次能不能给我放点辣椒？你这是典型的自己什么都不会，还挑三拣四啊！行，我来吧。冬梅，我觉得两个人一旦结婚了，夫妻间的感情是最重要的。我会安排一个检查。什么检查？孕前检查。我们要个孩子吧？你想要孩子了？对，我们要个孩子。那孕前检查不应该两个人都做吗？我们两个人一起做。我们要个孩子，等我下班回家了，就跟你一起分担家务。好。
觉得张伟晨这个人怎么样？接触过几次，看得出很优秀，很自律，接受过高等教育，彬彬有礼，进退适度。不过我觉得他们2个人的婚姻，对于你的朋友来说，就像是一根金条，时不时的抽打一下，时不时的鞭策一下，长此以往呢，容易让你的朋友产生深层次的自我质疑。你说的是 PUA 吗？可能吧。所以你朋友现在出来工作，我觉得挺好的。婚姻的套索慢慢驯服了，出来透透气吧。哎，你为什么一直不结婚啊？我吗？啊？那是因为我想结婚的那个人，他不想。该不会跟我一样吧？那个人是哪个人啊？你不会觉得那个人就是你吧？哎，你觉得你是我喜欢的类型吗？我什么类型啊？走路带风，一身正气，绝对不会被 PUA 的优秀女性啊。其实婚姻里哪有什么 PUA 啊？女人从公主变成保姆都是她们自愿的，因为她们会认为那是我爱你的一种表现形式。既然我们都不讨厌对方，又还是单身，不如在一起试试看。那这样，我们对视3秒，如果你眨眼了，就代表你同意了，你喜欢我。1、2。你刚刚说话的感觉不太一样，感觉不像上司，像男朋友。我很亲啊，你觉得我重，代表我在你心里的分量最重。但是也没有人规定不能爱上职场上的师长啊，比如我，不就爱上你了吗？回忆像在心口开的枪，猝不及防却能把我打伤。回忆这把枪，逼着我投降。去哪儿了？又喝酒了？你不要管我，我告诉你，我很难过，我今天不回家。不回家你去哪儿？随便去哪儿嘛，去朋友家、公司啊，还有那个，哎，人呐，说好管我，没有良心的东西。为什么不接电话？为什么要接你电话？下班了呀。你是我谁啊？嗯？我要辞职了，不干了。骑驴不对，我投资了美容院呢，我也是有事业的人了。辞什么职？你又不喜欢我，雷总也不想要我。我突然发现，公司明令禁止恋爱是对的呀。天天见面当然好了，吃饭见，上班见，开会见。但如果没有在一起的话，真的很尴尬。沈佳楠，你是脑子缺流量吗？满脑子只有谈恋爱吗？对，我脑子里只有谈恋爱。晴天，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跟我告白。我只要你一句话。行吧，这个机会我改天再给你。不用了。哦，浪漫的歌，无法控制，不断在流连，让我好好欣赏你的背影，远近打破了规定的美。
喂，妈。冬梅啊，你听我说啊，那个你爸呀，给你快递了1箱子那个腌制的腊肉和香肠，都是你爱吃的哈。哦，我已经收到了。那些腌制品你们少吃点儿，致癌。净瞎说，偶尔打打嘴治什么癌呀？哎，我跟你说啊，那个你一会儿啊，也跟他说2句，啊，说点好听的，都是你爸的一片心呢，听到了吗？你们在老家怎么样了？超市盘下来了吗？我们特别好，盘差不多了。那个就在离咱们家3站地的一个十字路口上，这边啊客源挺多的，而且呢还有这个单位的家属楼。哎呀，真挺好的。没想到你爸这么有运气。哎呀，哎，你一会儿鼓励鼓励他。哎，老人，来。多美哦，给我打电话。哎，多美，我给你寄的东西收到了没有？哦，收到了。哎，你要是觉得好吃的话，爸爸再给你寄。哎，不用，我跟伟晨最近在备孕呢，也吃的少。备孕？哎，给我。哦，好了。哎，师傅，喂，多美，你要备孕呀？真的呀？准备要个孩子。哎呀，你总算要生孩子了，妈都急死了。哎妈，我还有点事儿呢，要不先挂了吧？哎，等会儿，我跟你说，那个晚上伟晨要是不在家，我们视频吧。不是前天刚视过频吗？今天晚上有事儿。你什么事儿啊？妈，你说在家生孩子和出去工作，哪个比较重要？哎，你现在要生孩子，你怎么工作呀？那你这样啊，你生完了孩子，伟晨如果同意，我帮你去看，你再出去工作。那我还有事儿呢，先挂了啊。啊，这么着。拜拜。怎么样，选好了吗？哎，你这有除皱针吗？你看我眼角这褶子，还有咱这儿有没有什么热玛吉或者超音刀什么的？你给我提一提啊，撸一撸。哎呦，你别担心，哎，你就坚持每周过来，我给你安排。平时啊，多敷敷面膜，别乱花那些冤枉钱了。不是。你知道吗？我今天早上起来照镜子的时候，真的，我的内心被震荡了。那个震荡指数绝对不亚于我在商场被对手 KO。我就看着我这吓垮的脸呢，我就特别能理解那些天天往美容院跑的那些女的。现在只要能让我青春永驻，花多少钱我都愿意。哎呀，好，你放心，你这张脸啊，以后就交给我了啊，我都帮你安排好了。等会儿先做个脸，我再安排吴佳给你做个背部按摩，放松一下。对，得放松一下。我就不陪你了，我待会儿要去趟医院。去医院干嘛呀？你生病了？啊，不，我去做个预前检查。想生孩子了？其实我一直都挺想要的，是他不想要，而这次啊是他主动提出来的，所以我就想应该是他真的想要。那周敏那事儿他怎么说的呀？哎，他解释了。但也没解释清楚，就黑不提白不提了。哎，这男人嘛，都是在家红旗不倒，在外彩旗飘飘的。男人是都想得挺清楚，女人别稀里糊涂就行。你有什么打算？哎，我就想现在先把店里做好。你放心，我不会辜负你和佳楠的。我们倒是无所谓，关键是你。自己心里有杆秤啊。放心吧。哎，走，我带你去房间。啊，对，美容。汇报一下，茶叶那边退赔进行的很顺利，虽然有几个难考的客户，但我已经去安抚了，基本上全部都同意我们的赔偿方式。网络舆论那边呢，也基本都在针对这家茶叶厂商了。还有不少网友帮我们说话呢，不仅强调了我们也是受害者，还赞美了我们的赔偿速度和态度都是最优。公安部的同事告诉我，我们的口碑已经开始回升了。不错呀，工作效率这么高。那是，也不知道谁昨天晚上半夜给我发信息说要辞职。艾妍姐，我美丽、可爱、大方的艾妍姐，你千万不要告诉裴总，
如果雷总知道我这么情绪化又不靠谱的话，他可能现在就把我开了。哎，对了，你跟前天查陈彼得供应商的事儿查的怎么样了？哦，还在进行中，我一会儿问问他。我这也有一些关系，一并给你吧，你就当多个线索。好，谢谢。那我去了。干嘛？日报和周报都做好了吗？啊，我忘了，我现在去讲。在你邮箱了，赶紧发给我跟雷总。秦总监千万能请阿姨请客哇！是你叫的吗？我学你了。感觉我的生活和事业都有了双重保障。跟他比起来，我工作莽撞，家务不会，做饭白痴，简直就是一个综合型废物。除了美貌，一无是处。不说最后一句话，我觉得你还挺诚恳。那后面雷总知道怎么办？所以你赶快帮多梅姐把店做起来，等店里开始赚钱了，实在不行，我就辞职。反正我也是自封了。我让他来店里好不好？好呀，让他来看看我们的资产。来吧，正好请大总监实地考察一下我们的美容机构，在你们身上打广告。精华是不是还不错？你帮我拿一瓶。先生您好。呀，请大总监，欢迎大驾光临。怎么样嘛？装修的还不错，是不是全是你投资的。嗯，这个是我的资产。哎，我带你做个脸。做什么脸？护肤啊。大男人做什么脸？什么年代男生也要护肤？走走走，不是我不走嘛，走。渣男，又有。啊，这是秦总，你们见过吗？啊，对，之前公司面试的时候见过。虽然这位姐姐没有入您的法眼，但现在可是我跟雷总的合伙人。是我有眼不识英雄。就是你眼光不好，这整家美容院都是我们多梅姐一手打造出来的，厉害吗？啊，多梅姐，你帮我照顾一下，我去找吴佳给她做个脸。哎，佳楠，脸我就不做了。那我带你转转吧。这边请。这边是我们的几位专业医生，这是前台。我真的没想到，佳楠的合伙人居然是你，不然我就不来了呀。上次不好意思。什么不好意思啊？面试的时候我问你，既然已经结婚了，为什么还需要出来工作？那时候我心里有气，才刻意针对你。对不起。其实你不用道歉，而且你当时问的也没什么问题啊，还在某种程度上提醒了一下我自己。我也要谢谢你。如果不是当年你给我的职业规划书，也就不会有现在的我。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我能不能跟佳楠说一下我们之间的关系？为了避免以后的尴尬。你们已经……我们在一起了。哎，你们怎么在这儿？慧楠，我没关系的，那你们聊，我去忙一下。聊什么？前女友？你说多美姐就是你那个前女友？对。啊？这么狗血吗？我们很长时间没联系了，一直到上次面试的时候才遇见。所以你是故意不让他通过面试的？那么还公报私仇呢？我也没想到你们之间有那么多交集。那我不是不能再继续投资了吗？现在我什么都知道了，难道我要在爱情跟友情中间选一个吗？不至于，没那么复杂。你说呢？他不是把这儿都经营得挺好，我看你也挺高兴的。这年头能遇到个合适的合作伙伴，比找一个好对象难多了。况且你们还是朋友。那你希望我们继续合作，是因为我们现在是朋友，还是因为她是你前女友？你怎么那么幼稚？是我跟多美姐比起来是比较幼稚。你去哪儿？走走。说吧。说什么啊？你知道说什么？欺骗股东，以后谁还敢跟你合作啊？不是中奖了吗？世界上这么多男人，偏偏找了跟个朋友有过关系的男人。哎呀，江南不是你想的那样。哎呀，我跟他那都是过去式了，而且我也没有故意要瞒着你啊。那你之前也知道我喜欢他呀？啊，好，是我错了，我错了，我不应该在你之前认识他，也不应该认识他不告诉你。哎呀，你说我也不是故意要瞒着你的呀。你说咱们俩刚开始认识的时候，我跟你也没有熟到那个地步上，我就觉得没有说的必要。后来我知道你和他是上下级的关系，你对他有那么点意思，哎呀，我就不好意思说了嘛，我怕影响你们俩。为什么分？为什么跟他分手找你现在这个老公？你当年瞎了？你不瞎就行。那我问你，我们友谊的小船会因为一个男人产生裂痕吗？可重点是，我跟他分手的时候，你跟他还不认识啊。那我们是情敌吗？哎呦，我没你那么幼稚。哎，好无聊啊，跟我想象的情敌见面不太一样啊。我这一拳跟打到棉花上一样。人多美，你这样会出内伤的。那你说，怎么办？当然是以情敌的方式解决。你快说，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我又没占你的道，是你自己跑输了呀。我是不是应该感谢你啊？把这么好一男人调教好，自己退出了。哎，这种大公无私的精神，才让我有了这么成熟稳重的男朋友。我这不算情敌啊，这本来就不是啊。哎，你参加过运动会吗？你就跟那个国家队陪练一样，把别人养成了自己走了。爱的陪练啊，这听起来有点惨。哎，不玩了。喂，老刘，查出来了。哎，我猜什么猜？陈彼得能有多厉害的合伙人？快说。什么？谁？
不出来啊？您还是我们彼得总的合伙人啊！都说宁吃开梅粥不吃肉糜饭，你挺大度啊，跟女朋友的人渣前男友合作，原来你那被分手的做贼心虚啊！10公里了，光听我骂你没有任何解释吗？大哥，这是跑步机，不是大兴安岭。你后面有东北虎吗？不就是你吗？那陈彼得是什么样的人，你用膝盖也想得清楚啊！以你的智商，你跟他能赚到什么便宜？你怎么想的？你帮他做茶叶包装，你知道你给我们添了多大麻烦吗？雷总就不说了，我天天打电话打到我扁桃体都发炎了，而且那天在吃馄饨的时候，你怎么有脸一个字都不说？我就是没脸。我告诉你，你在这边逃避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一个女人在最需要你帮助的时候，你在这边当缩头乌龟，当鸵鸟，你等着吧。喂，我马上到。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这件事情跟晴天没有任何关系。晴天啊，跟我是1年进的公司，你要说哪儿不一样，那就是上面更看重他。我们刚来的时候做的都是助理，那我这小组长的助理跟人家副总的助理天差地别呀。他运气好，加上听话，这不是当上总监了吗？我跟你讲，天塌下来得有个高的顶着，你能爬多高就得能担多大的事儿。这次事儿不来了吗？您是总部那边来的吧？总部怎么看这事儿？秦总人特别好，平时一点架子都没有。我们最爱麻烦的人就是他，人好靠谱也够男人。其实说实话吧，我从入职以来还没见过他办过一次不靠谱的事儿，没发过火，没闹过脾气，有责任有担当，面冷心热吧，属于是。人缘很好的，我们上上下下应该没有人不服他。不过仔细一想也挺奇怪的。这世界上怎么会有人完美无缺又从来不犯错呢？对吧？不过这公司上层的事儿嘛，我们这些平民老百姓也就只是仰着脖子看热闹的份儿，我什么都不知道。哦，我们还要问多久呀？晴天是雷总的人啊，全公司都知道啊。雷总有才有貌，能力又强，还没结婚。秦总愿意跟着他，特别能理解啊。哎，成年人背后肯定有故事的，正常嘛也。咱们这种互联网公司，人员变动很快，但秦总监一直在雷总的麾下，俯首甘为孺子牛，纹丝不动。职场有手段。还是另有所图，这个我不太清楚。不过秦总监人算正派，不至于。秦总是不是替谁背黑锅吧？哦，不过话说回来，人秦总是不是自愿，还是两说着呢？您都问了2个小时了。这公司大小员工，您也都问了有10几个人了吧？要不您再换个人问问，我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哎呀，行吧，跟您说实话吧，出事那天我请假去打美容针了，就是不方便见人，所以请了病假。但要说秦总监这个人吧，人还是挺不错的。
虽然有点直男，但不矮，对我们女同事也都挺照顾的。什么？日常消费？他的日常消费，我还真没注意过。哦，对了，他爱买鞋，也都算是名牌吧，但没有一双是当季款，也不是打折的，就是那种可以穿很久的经典款。我是觉得吧，这种男人自尊心很强的，是那种渴望面子大过于金钱的，所以说要让他亲手接钱有点难吧。这一轮问询只是针对本次项目的披露，与公司的其他业务并无关系，也不至于你对公司的贡献。明白。你只需要做出肯定或者否定的回答。我们收集到的信息如果有出入，你可以做出解释。好。木兰说，平台与茶叶公司接洽初始，雷丽知道吗？知道。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是你吗？不是。由于你并不是公司的高管，可不可以理解为你只是经手人？是。项目大框架通过以后，我们查到你们通过别的平台与这家茶叶公司签订了一份新的战略合作协议，这是你的主意吗？不是。换个问题，你收到那盒月饼里面的钱，是茶叶厂商通过赠与的方式返还给你的利润吗？不是。总部来人了，秦总在接受内部调查，我们所有人刚都被叫去谈话了，你呀躲过一劫。那晴天呢？被带走了？小声点儿，我什么都不知道，你别声张。首先，我们并不认识茶厂的任何人，也不知道这批茶叶有质量问题。其次，我确实让人买了一批这个茶叶，指定流入到我们的销售渠道。这么做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没有质检，想多要一些保障。我安排人做的事情，我不会推卸责任。好的。哎，雷总，不是陈彼得搞的鬼吗？为什么晴天被抓了？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啊？为什么说晴天收了贿赂啊？你这么多问题，想让我先回答哪一个？为什么说晴天收了贿赂？有人在他的工位下面发现一个纸袋，里面是茶厂的人送来的50万现金。50？那很明显是栽赃啊！你说栽赃就是栽赃吗？这个事情肯定是要查的。那怎么办啊？他不会有事吧？雷总，你要帮他，他不可以有事啊！他是我的人，我不会不管。我已经让人去查了，希望可以找到这50万的来路吧。好，我先去调监控，我看谁栽赃。沈佳楠啊，你觉得对方会留着这么明显的证据等着你去查吗？那50万不可能自己飞进去吧？我一个一个问，我就不信问不出来。你能不能冷静点？不要因为你跟秦天的关系就先自乱阵脚好吗？你知道了。先出去吧，记住我说的话。如果你真的为秦天好，不要做任何动作。我在这里跟你一起想办法。你站着就能想出办法来吗？你知不知道人站着的时候会脑供血不足啊？去自己工位坐着。好，好。那我们好。
安岩，从他初入职场到现在的能独当一面，都是我一手带起来的。我实在想不出他到底因为什么背叛我。这是一个我愿意把后背交给他的人啊。可夫妻2个人睡在一张床上多少年了，还有秘密呢？谁又真的能把后背交给谁呢？不过我看你现在的状态就好像失恋一样呀，被人背叛，伤心失望。哎，我怎么觉得你对这个安岩的感情好像比高旭还深啊？哎，我肯定不是一个工作大过于爱情的人啊。只不过这些年，我把他跟秦天都当亲人一样看待。你说他做出这样的事儿，我不伤心难过，那肯定是假的呀。主要是我没想明白，他怎么会是陆董的人？你选错人啦！哎，不过事情既然已经这样了，你也别往心里去。他跟你身边这么多年了，能做出这样的事儿来，证明他这个人格局不大。而且你们圈子那么小，他这样做，大家都知道他的人品。别人怎么说我就不知道了，但他是我带出来的，我只能君子绝交，不出恶言。说都不能说，委屈。你这双鞋子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穿的，还保持得这么好。哎呀，你看你这小腰，根本不像生过小孩子。你儿子哭了。哎呀，我儿子这个哭声啊，就是牛，如雷贯耳啊！哎呀，你说，这总部来的人已经待了2天，看来秦天是凶多吉少。你觉得这雷厉是挺他呢，还是断腕？秦天手头掌握了太多的客户资源，但是让雷厉放不下的不是这些，是这些年他们共同经历的风风雨雨。雷厉呢，平常拎得清，但是秦天对于他来说，不仅仅是一双左右手，更是一个无法取代的人。所以，我觉得秦天一定是他的软肋。哎呀，这陈彼得真是草包一个，我们俩这么挺他，他竟然一点便宜都没有占到，真可惜。这可是个大好的机会。这个陈彼得呀，真是太笨了。我之前有一把资料给他，他完全不懂。我这儿打印完资料给雷总送过去，我就去财务部报销。那你先去报销，这儿我给你盯着。我主要怕耽误您的时间。您既然愿意代劳，那我当然乐意了。去吧。你真的不要再在他身上花费心思了，他根本不是雷厉的对手。其实我倒有个想法，你在雷厉身边这么多年，他的客户还有资源，还有他为人处事的套路，在公司里，没人像你这么清楚。倒不如这样，你来下安总裁。你是说？现在，不是要3年吗？问题这雷厉现在的运营思路已经严重影响到我们公司的那个上市的股价了。你如果觉得我可以的话，我当然可以了。
我呀，就喜欢你这种性子，从来不过问为什么。男人呐，实在是怕人家追问，尤其是老板。眼神在闪烁，谎言也无处可躲，仿佛在诉说，是爱在牵吧，牵着你搬出你枷锁，失去了不必遗憾。疲惫、委屈、伤疤，次次的撞杀，才让人变得心寒难。叹息、轻轻语言，这样吧，渴望的、惧怕的，全都是你。疼痛不需要倔强。互相珍重吧，告别的桥段，缱绻不舍，无力失重了，告诉自己别犹豫，言不如尽。失望，南墙要回头，没有人是谁的等他。叹息凝望，语言这样吧，转过身，关上门，也换了人。期待吧，漫漫长夜总会天